具体来说应该是10岁到12岁，10到12。对，9岁开始学这个东西。然后是第一次表演就立刻被郭德纲老师看中。第一次见了我，然后就唱了一段京韵大鼓，然后我妈妈就问：“你看他行吗？”他点头说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了北京来。我当时脑子是懵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教我什么我就开始学。那他有说很明确的说出我要把你当成干儿子吗？干儿子？对，没有。我师傅把谁都当亲儿子。对，因为你就是师徒如父子嘛。对，其实从小我一直是拿他当父亲养。那他对待你跟对待郭麒麟有不一样吗？就是财产吧。请说实话。听说杨九郎家里很有钱，是吗？谁说的呀？郭德纲说的。真的假的呀？他说北京能够住得了4合院的人不超过10个，令尊大人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是吗？不是，因为说于大爷他爸也是这么说。所以你们家住4合院，700多进的4合院。哇！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不是，这是我们那个节目里的一点内容嘛，一点梗。我们家不住4合院，我们但你家就住家是有钱人吗？他们家住树上，不是没有，也住也不住啊，然后就是普通的家庭，特别普通。你有没有很庆幸你是待在张云雷的身边？特别一直在庆幸这个事儿。我怎么没看出来啊？真的，不能让你看出来，以后你会骄傲的。当时谁挑谁的？当时就是一拍即合吧。对。是老师安排你们两个吗？不是，没有。他有自己的搭档，我有自己的搭档。对，在我俩搭档之前，我俩是不说话的，就是见着面他会喊我师哥，我说哎，就结束了今天的啊。你是看他不顺眼吗？那时候也不是，就是没有话。对，没有话，有在一个频道上。对，而且有一次就是那天也是赶巧，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在后台待着，就剩下我俩，很尴尬，特别的尴尬。找话题吧，哎，我没觉得尴尬啊，我可没觉得尴尬，那是你，我自己不觉得。你觉得很自在是不是？对，我觉得自己还挺好，觉得。然后就是找话题吧，然后你吃了吗？没有，那吃点饭吧。然后我俩就出去吃了一顿饭。然后聊着就聊到这个搭档的问题。然后他想换一下搭档，我也想换一下搭档，然后都有这个意思。对，但是呢就没有说破。其实你应该从根儿上讲，应该是第一次11年的时候，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搭档，然后他把我拒绝了。啊，对，这是11年。他邀你，然后你拒绝他？他拒绝了我，因为当时我刚有一个搭档。对。他刚找了一个新的搭档，然后我就找他了，然后我跟他吃了第2次饭，然后才定的这件事情，然后2次特别的凑巧，都是赶上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对，就跟老天安排的似的，然后吃完第2次饭就定死了，是我们俩是一起搭，对，但是得互相的自己的搭档要说，所以在相声界里面换搭档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吗？当然是大事儿了，对，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2个人心里都想要把当时的搭档给换了？你们俩当时为什么不做《康熙来了》呢？对啊。来，请回答，请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来做这个啊！对啊。九郎，我们2个不做康熙，真不是因为搭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搭档啊。对，我们俩也是，就还是搭档啊，还是搭档啊，有意思啊。所以当时各自不要自己的搭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其实我们俩更聊得来，对，更聊得来，就是舞台上的表演风格。对，我以前的搭档可能跟我现在的表演风格不是特别的符合。对，可能我是比较张扬的那种，他是比较沉稳的。对，可能好多作品啊，可能是不是这么适合。对。哎，张云雷，那在德云社里碰到了当时被换掉的那位搭档，会尴尬吗？不会，我俩台下是真的非常好。我会尴尬，特别的好，因为你取代了他的位置，对不对？对，不过现在我们还在一个队，还在一个队，我们还在一起。所以要跟搭档讲说，不好意思，我想把你换掉，要怎么讲才不会？我说咱俩可能缘分尽了，我说可能会没有机会再搭了，然后他哭了，好伤哦。然后他说他说我这样演完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会把咱俩以前所有演过的节目，我会打一份词给你算作
算作咱俩留一个纪念。这几乎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一样的伤人呢。所以他哭的时候你怎么办？当时心里我还是心里有点软，就是心软了。有没有一点想说算了算了，还是不要换好了？那他怎么办？这我还跟原来那个呀，对，等于白忙活，饭也白吃，钱也白花。就是啊，张云雷，你觉得把搭档甩掉比较难，还是把女朋友甩掉比较难？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你是说之前的，对啊，之前呢？你之前一定有分。师傅不让我分过吧谈女朋友，因为我比较单纯。哎，他信了。所以你要假装没这件事，是不是？我说实话，我是有时候不愿意触碰这个。有一次是人家先跟我说的分手，你被分手，那你有哭吗？当时？哭了，当时是哭了。哭的时候应该是想挽回吧？我心想我以前花这么多钱，我怎么办啊？还是因为钱，投资落空是吗？但哭的时候，其实当时我挺伤心的。我觉得怎么说呢？2年吧。交往2年。啊，2年。然后是在我们天桥德云社对面有个大广场，在广场上他跟我说的分手。然后他走了之后，我还要从广场回到德云社，晚上我还要演出啊，那天挺难受的。天，所以有一边走回德云社一边落泪，是不是？不，我不能让师兄弟看见。哭完之后我自己回去的。哇！然后就是全靠自我调整嘛。那你进去德云社的时候，有任何人发现你情绪不对劲吗？没有。所以当晚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表演。对。然后因为当天临回家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郭麒麟不会开车啊，就我跟郭麒麟2个人在车上，然后那天路上也没有说话啊，他可能认为我可能。他还问我一句，他说我哪得罪你了？你今儿不说话呀？我说没有，我说有点事儿，他就再也没问。后来那女孩就跟郭麒麟了。对啊。真的吗？九郎？没有，你别当真行不行？九郎，你私下是不是真的有怕他这件事？我不怕他，我怕他干什么？为什么？是哪方面怕他呢？不是说他睡着的时候，你根本连气都不敢喘一下。不是他呀，睡觉特别轻，然后我们一般助演出去呢，就是俩人睡一个屋标间嘛。我先睡着最好，就是这样啊。他先睡着，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的房间里从来不放表。我不行，我受不了，我就真是睡不着。你就会听到。然后那个就是他一般就会告诉我，然后别出声啊，别出声啊。后来就演变成第二天早上，我说我没出声啊，然后第二天晚上告诉我，别喘气儿啊。等于说你呼吸要很谨慎的呼吸，是不是？对。你这样会睡得好吗？后来他睡得特别好，然后睡得特别好，就改我睡不着了。张云雷从小就表演传统曲艺受到瞩目，可是当中要经历一段青少年都会发生的变化过程，可能嗓音就改变了，所以当时张云雷就暂时离开表演曲艺这一块。然后据说他跑去了流量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大家可以问他。然后他再回到相声界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染了金头发，然后打了耳洞的男生。是这个发型吗？是。你回来的时候是这个发型回来的？是。我虽然刚刚在介绍头发有染成金黄色，可是我转头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是略受到震撼，就是跟我想象的，我以为是这个头发染成金黄色。因为你这个太可气了，很大，你这个。对，木发纱，你看没有？你当时是去做什么事情得到了这个造型啊？我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审美就是那样的吧。然后那个鬓角一定要特别的大。所以当时你觉得是好看的吗？没有，我就那会儿觉得喜欢，我就这样染。然后回来之后，我特意问了一下师傅，我说这样说相声好像不太好吧？我说我明天把它染回来。他说不要染，就这样。我说那耳钉得摘吧，耳钉也不要摘。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让你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不要问为什么。所以现在从小就是他让我去干什么，我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问，因为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他现在告诉你了吧？告诉了，就是想让人记住我。
第一个是用这种样子上台讲相声的人。那你这样子上台的时候，你有很害怕大家不接受或者是出声音吗？害怕过，害怕过。结果结果呢观众反应，哦，都这样。就你一走出来，他们就哦，对，都是这样。那你一开口是传统相声，他们就放心了，是吗？后来有一阵儿，我就还是保持这种风格嘛，然后染过其他的颜色。我说什么时候？我说这个头发能染黑。他说你想，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这样染头发。他说早晚有一天你会主动的放弃有颜色的东西。对，因为就脱发了开始。我现在是假发，现在我就是我这真是主动的，16年主动的放弃染头发，就觉得真的腻了，是不是？不接受了我自己不接受了。可是他现在这样子就感觉比较像就是一般的帅哥。一般的帅哥，以前像什么帅哥？不一般的帅哥是什么样？以前就是你刚刚的发型那张照片，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帅哥啊？反正我现在要是看以前的那种黄头发的图片，我就觉得很奇怪。有时候让我看，我说哎，我说得了，我说不要让我看，不让我看。哎，是头发演变史，演变过来，对对对。所以17那个还蛮帅的。12年的嘟嘴那个是流行吗？嘟嘴啊，对，你现在拍照还嘟吗？不嘟了，你还有脸嘟吗？有脸嘟吗？没有了，嘟一个，因为现在嘟一个看看。搭档一起嘟啊，快点！对，咱俩一定要帅帅的啊！好的，嘟嘴啊1、2、3。张云雷，你没有嘟啊？就是你还是那对鼓腮帮的，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跟郭麒麟都非常喜欢，可能那个时候非主流嘛，那种就是装可爱啊，装可爱。你先问问 S 姐认没认出那是郭麒麟？认出来了吗？啊，哪里？另一个嘟嘴的，哪一张？第2张，戴眼镜的那位吗？对，你别以为那是孙越，那真的是郭麒麟，那是郭麒麟？对，那是郭麒麟，怎么可能？真的是郭麒麟。是他。你故意放这张照片陷害他吗？所以你曾经比他帅很多哎。不是你等会儿啊，姐说的是曾经。那你那个点头的意思是你跟他合照，你心里面也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合照那会儿，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现在没有自信了。现在我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超过我了。因为这个我忘记了当时是为什么要照这张图片，就是想炫耀自己比他帅啊？不是，是他搭档。对了，是郭麒麟的搭档卖了一个萌发的微博，然后我俩在后台发完之后圈了他。哦，那个他的搭档应该被换掉吧？没换掉。然后慢慢的演变到这个第3章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我还能接受。我觉得15、17都很帅哎。我还是觉得有颜色就12年有颜色也挺不错的啊，不是爆炸头的颜色。对，不是爆炸头。因为还有一阵就是这个头发这样的，有一段时间是梳辫子。因为好像你从小就留辫子对吧？对，从小留。因为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孩子生下来都是就是留长生辫嘛，然后到12岁的时候要把它剪掉。OK， 就是后面那一根嘛，对不对？对，老茧。你还记得郭麒麟的样子吧？有一点想不起来，好像是单眼皮，是不是？再给他切回那张照片，再切回那张照片，切回那张照片。所以你会先看到张云雷，对不对？应该是。就是去听相声，进相声园子去看到这么一号人物。因为我觉得如果帅到会让我留下印象的话，才是真正的帅。我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可见他应该算是还蛮。可是这个人就在面前，所以你才记得的啊。可能明天就忘了。对，一会儿就忘。一会儿就忘。我现在已经忘了杨九郎长什么样子。我追着你看，让我看。我们还拍了另外一个云雷住的地方。各位观众，现在终于到了张云雷的卧室。哇哦，卧室的布置也太整洁了吧！哇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郭老师吗？没想到在这里可以遇到您啊！
接下来就是张云雷的床头柜啦，这里面看起来都是一些有年头的老物件了。首先是2把扇子，然后竟然还有一台已经消失在现在社会已久的物品——复读机。除了复古的复读机，旁边还堆着同样复古的磁带。该不会每天睡觉前你都还要靠这些东西来助眠吧？好复古哦。接下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宝藏，居然是张云雷小时候的相册，劈叉、打鼓、女装、唱戏。看来小时候的张云雷不仅多才多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呢。让我们来打开另外一个抽屉，原来是2件大褂。哎，这个材质跟这个大小，哎，张云雷啊，好像不是你平常穿的大褂呢。快回到现场，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吧。好，我们又有东西来现场了，麻烦你。让我们一起打开花柜吧。小时候有很多表演的照片，你小时候会劈叉，对，曲艺不需要这个吧？上台啊，我唱啊什么的，要身上好看。所以你们两个一站上台，那个气势就会差很多吗？我觉得是，我觉得他练这特别有用。所以你可不可以站一个你在台上典型的站的样子，我看看。我现在没有，现在说相声好多了，就是这个新相声太平歌词的表演者张云雷，走3步走到这儿，这一步上来必须得是丁字步。我会侧着上台，但是走到正的时候，最后一步必须是丁字步。那九郎，你站一下，我看你站起来差很多吗？我要站丁字步吗？你像刚刚他那样走几步？走出来。嗯，我走。为什么要跑我这里？不是这样有镜头这样。我感觉好僵啊！你笑着干嘛了？你在看谁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气势差那么多啊？你们并肩走一次，我看。好，表演者张云雷、杨九郎。哦，看得出来哎，真的差好多、对哦，感觉他九郎就很像来买菜的样子，就是买点豆腐。你看起来很茫然哎。他看走起来就是很贵气。是吗？那我贵气，我贵气的走一个好不好？你贵气走一个，贵气走一个。不是这个贵。请坐，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康永哥，要感觉这里面有很精彩的东西，没有见过这个，还可以放吗？可以的。要不要连？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下面呢，再为您唱一段太平歌词的小段《高大姐》。有一位大姐黑不溜秋，身两儿不高过了古老。这就是了。这是你当时录的？当时录的。所以郭德纲老师如果听了这个，就会说很好。没有，小的时候练功几乎就是跟师傅斗智斗勇。我就不练，他就逼着我练，我就想对策来对付他。在床头，临睡之前他会给我贴一张纸，就是你明天早上起来要背的东西。每样50遍，都唱完了，估计我得需要4、5个小时。后来我就偷懒就被他发现了。偷懒是吧？行，这个，来，我说干嘛呀？给我准备好多空白的磁带，唱完了之后给我录下来，我会检查的。然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录，录完他真的听，他真的在听，他一遍一遍的听。我说这怎么办啊？我偷不了懒了。后来我就想一办法，我自己啊偷着买了几盘就是空白的磁带，趁他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录。录完了之后去练功去，哎，回屋，然后把门一关，一放这个，我就放这个，然后后来就被他发现了。他打开门看到是不是？打开门的时候，就僵在那里了。发声也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喊嗓子，早晨5点让我们自己去，起不来，哎呀起不来，这怎么办啊？我就想怎么对付他。我会走到岳云鹏的家，然后到他家睡一觉，睡到中午，然后这个回家了，喊嗓子了吗？喊啦。当天演出的时候晚上，
我嗓子本来能到这儿，但是我没上去，我就到这儿。他就觉得你今儿喊嗓子了吗？练声了吗？我说我练了。他不对，他说你今天如果要是练功了的话，他说你今天不可能唱成这样。然后有一次也是还是这样。那天我一推门，睡得香吗？我说我没睡觉啊。我说我就用功呢。我再问你一遍，睡得香吗？说我没睡觉啊。然后我姐就过来了，你还说瞎话是不是？你姐夫在后边跟着你呢。跟踪你？跟踪我。那他这样是可以揍你吗？还是？他就打过我一次。什么事？不用功。然后当时姐姐呢带着家里面好多的人，包括烧饼啊，他们去逛街去，就不带我去，让我在家里练功，我心里就很气愤。师傅过来去，把太平歌词《游西湖》背，回去背去，不背。我一站，我说不背，背不背，就不背。然后我说完之后，把那个打击那个乐器那个玉子，我就给扔出去了。哇塞！然后他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出去之后，他就给我拎起来了，给我一顿打。打完之后，给我扔到床上还打，然后我就哭，不求饶，不求饶。那很难收场哎。然后完了之后，他也很生气，然后他就自己上屋里面，他就待着。我哭完了之后，我不能在那坐着呀，我不练功还得他更生气啊，然后就开始练。姐姐可能就看不舒服了，心疼。对，为什么这么多徒弟当中，你为什么只说我弟弟？他会跟师傅在屋里面吵，然后师傅会跟他说：“我这样管的是有道理的，我是为他好，我是教他背，教他唱，我是教他能耐。”他们家隔音这么差啊？租的房呀，现在在聊事情，没有跟你聊隔音。没准不是光因为你吵啊。后来这个师傅就说：“你要真想为你弟弟好，以后我再管他的时候，你不要插手。”连这么低沉的声音你都听得到哦？不是，后来两人越吵越激烈。但是后来姐姐就觉得，确实师傅管我是对的，我确实是有点不用功、不学东西。后来姐姐就不管了。你会觉得郭德纲花很多力气跟他们玩这些事情？我可以说，小时候他在我身上真是好费力哦，好费力。所以后来倒嗓就不能再唱了吗？不能再唱了。那05年倒的。可是可能每个小朋友都会发生这件事啊，不是特别的事啊。因为变声期，我说话也说不了，唱也唱不出来，我就觉得可能完了。因为那个时候唱歌本来就是男生的嗓子就要比女生低很多嘛，然后我唱男生的歌曲，我还有低八度唱。就是你变声完之后，你的声音变那么低。对，就是就这样的。下课10分钟。这个你有什么好模仿的？啊，那个时候就决定就是先养一段时间吧，然后回天津。所以你跑去打工吗？有，但一开始没有，后来在家里待着，待不住了。跑去做什么？跑去我那会儿干过服务员，台球厅，给人家摆球。在冰场给人换鞋，干过收银员。收银员？收银员。有 A 钱吗？没有，我们那里都有监控的，都有监控的。要没监控就 A 了，有就 A 了。问题跟答案都好烂。所以你去做这些事，只不过是尝试一下别的生活。对，尝试一下别的生活，但是我感觉干哪行都挺不易的，尝试完了。所以那时候有觉得总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去曲艺界吗？没有。你当时是真的觉得放弃了？放弃，因为事隔6年了，我觉得那会儿就感觉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淡忘了。对，因为我突然间变声，突然间上不了台，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别人提相声，我不听。啊，你以前是别提，打住，聊别的。这么严重？那当中郭德纲会一直回来提醒你说：“哎，不要担心，会恢复的，可以回来。”没有，我很坚持。到后来变声回来了之后，跟他说的，我说只要不说相声，我干什么都行。然后他挺伤心，特别伤心。然后他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样。他说：“哎，好。”他说：“你想干什么，我给你找。”
我说行，我说只要我不说相声怎么都行。我跟他坚持，就是2个人僵着啊，得有1星期。到最后还是我妥协了，我心软了。然后上到2楼的书房，我跟他说：“我说爸爸，我说我错了，我说我都听您的，我说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说：“好儿子。”我说：“我好好说相声吧。”我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心软？因为他很期待我回来了，他回来了6年回来了，没想到我给他这么一句话，只要不说相声，我干什么都行。他很失落。我听起来你不是只是因为嗓音变了离开相声界，你肯定在想别的事情吧？你去当收银员啊，或者是服务员的时候在想什么？没想什么，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已经18岁了，我觉得18岁每天一大小伙子在家里待着，我觉得这不叫事儿，我就想给自己找点工作干，然后我就尝试各种的行业。可是后来什么原因让你愿意回去德云社呢？不管做不做相声，被姐姐给抓回来了。哦，是姐姐劝你回去的。这故事有玄机啊。怎么说？就是需要姐姐来把你抓回去，肯定就是你跟姐夫有意见嘛。不是，不然你闲着没事，我忽然抓你干嘛？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来北京，在北京，然后我也没告诉姐姐我来北京，然后我想感受一下北漂的生活。然后那时候有在工作吗？还是说有？你是在自己演一段北漂的戏嘛？对，但是我还坚持，一直在坚持。你是想要坚持给谁看呢？我就想我不回去说相声，看看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存活。然后被姐姐发现了之后，姐姐说：“你宁可北漂，你都不回来，是不是？”你就是在等这一天吧？不然你要演到什么时候？没有，我就感觉，如果姐不发现，我还会这样做。你还会继续演下去？什么叫演下去？我这说的马上自己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很可怜。然后你给我来一句演下去。那会儿睡在地铁站啊，但后来太冷了，我就转到了麦当劳那个滑梯上，在那里面睡，那边比较暖和。到后来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我说你让我住在冰场行不行？他说行，但是每天晚上员工们都下班，你要一个人给冰场打蜡，这样你可以睡在冰场，然后给我准备2小床，而且还要睡在厕所的旁边。然后每天我就是求那个阿姨，我说把厕所打扫得干净一点，要不晚上我睡觉会有味道。所以是一场少年时期的小冒险吧，是不是？你现在回想觉得有意思吗？挺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做哪一个行业都要付出，而且都辛苦，特别的辛苦。哪怕是服务行业也是特别的辛苦。所以如果回德云社去，然后郭德纲就顺着你的意思说，好啊，不要做相声，你就做行政的事情。我跟他说过，我说唱歌。你有讲说你想唱歌？我跟他说了，他说好，他说我在歌坛界给你找人。他对你很好哎。所以为什么最后我心软了，我妥协了？那你最后回去跟他说，我决定说相声，他有把你抱住，痛哭吗？没有，我很少能看见他哭，能让郭德纲流眼泪的人太少了，因为他是郭德纲。他很少哭吗？就有数吧。有数太少了，我几乎就没有看见他说遇到再大的烦心事儿，我没有感觉会能让人看出来。今天我很烦心，没有。你为什么总说这个偷听啊？你好像对这个很感兴趣。没有听到他在房间啜泣什么之类的。张云雷晚上都不睡觉，每天都听说今天有没有哭，今天有没有哭。因为如果能听到的话，可以听一下。而且如果郭德纲独自啜泣，还带一些独白的话，就很精彩。九郎也没有看过老师哭吗？在一些节目里看过，然后我师爷去世，对，给我师爷扫墓，然后还有张文顺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见过这几次。大多数我们见的都是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哭的。所以他哭的时候，学生们要上去安慰他吗？其实也不用安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宣泄吧。我觉得不要拦着他啊。所以刚才张云雷用了妥协这个字，哎，就是如果当时郭德纲老师就说好唱歌，然后就帮你找了制作人，就开始做歌就唱了，
就再也不要求你讲相声也行。如果不妥协的话，可能我就答应他了，我俩也就搭档不到一起了。好在妥协了，好在妥协，太庆幸了，太庆幸了。所以你是吃软不吃硬。对，他绕了一圈，现在要出专辑了，要出一还是要批，还是要出他要出专辑啊？一批啊。是郭德纲老师有帮忙的吗？他给我出的主意，什么主意？这个应该怎么出，然后以后打算给我规划的怎么做。他给我写了一首歌的歌词，是他写的。所以你当上歌手了耶，愿望绕了一圈完成了啊，这个听起来挺好的。对，没想到绕了一圈之后，相声也说了，之前的那个想法也实现了。是，然后也参加电影演出，这些都有了。啊，我都是客串，客串啊，客串。你有没有跟郭麒麟争宠？有。什事怎么争？小时候，我会吃郭麒麟的醋，就是大家一起走在马路上嘛，有可能师傅在中间，他这手牵着郭麒麟了，我看见了，我就会有点吃醋。那你就赶快过去牵他另外一只手啊！我不会，我的性格会自己很生气的往前跑。他喜欢演这种悲愤的戏吗？那现在有时候师傅说你觉得你小时候怎么样？我说我小时候，我说没法要这孩子，我自己都承认。没法要。对，就是我小时候我真是一个没有优点的孩子。光是一个小孩子自己回忆就这么多，真的表示郭德纲花了可能3倍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心力在对付这个小孩，还跟踪早上5点爬起来去跟踪小孩子去哪？还不是自己生的小孩耶？不是吗？不是吧？啊？你不是郭德纲的小孩吧？我怎么会是他的小孩呢？对啊。这有点乱。您是老惦记炸出点什么来，好像。然后他房间里床上放了一个垫子，是他跟郭德纲的合照。对。谁会放跟自己爸爸的合照的垫子在床上？因为他是我的爱豆。我心中有我最崇拜的人艺人是谁？只有郭德纲。那刚刚张惠妹的唱片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觉得小时候让他吃太多苦在你身上，所以现在赶快要扳回一城，就是尽量说他好话？这个不是，你总诓我干嘛呀？是真心的崇拜他。对我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脸红了。我说我看您喝水都这么完美。是真的，我真是。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来质问我。哎，他讲这种话，郭麒麟要怎么办？对啊。他讲这种话，麒麟在旁边听了以后说：“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也这么完美吗？就是不是逼人家没路走吗？”对啊，你把好话都说尽，其他人怎么巴结他？我不是巴结的，我真是拿他当偶像。我见到他就是迷弟，大家都知道我的爱豆只有一个，就是他。他也是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云雷，我有个事情想问，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可以问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从那个台上摔下来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在你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吗？一开始是有的，因为从10几米下来，从台上掉下去吗？南京南站的2楼的送客平台，它不是这是南站吗？它不得盘桥吗？一圈一圈盘到送站口，从那桥上掉下来的，15米多。怎么掉下去的？喝多了，因为当时喝完了酒，脑子是懵的。我觉得那只有2米或者1米，底下就是草坪。我说没事来吧，这么高啊，因为我抓不住了。我是当时想的是，我说可能我死不了，我就闭眼睛，撒手那一刹那我知道。你现在我回想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我撒手，但是再睁眼的时候，我就是在医院就听赶紧手术，赶紧手术，让我开胸。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来气了，因为我的5脏都移位了嘛。然后肠子呀、胃呀都跑在这儿了，把膈肌撞破了。我喘不来气儿，我说爸救我，爸救我。我说我喘不上来气儿，然后我就又不知道了，然后再睁眼就是 ICU。天啊，这么严重？所以几乎就等于会死的。对，医院的主任说，他说张云雷，他说你懂医学吗？
我说我不懂医学，然后他说你上网查一下，他说就你一个骨盆，你别说你伤得这么重，你一个骨盆就能把你的命要了。因为我的骨盆是摔断了，骨盆一断，这个血马上就会跑到腹腔里边来的。血跑到腹腔，你不用等到救护车来，你已经这个人就没有了。他说你能等到救护车来，然后到了医院一打开你的腹腔里，竟然一滴血都没有。哦，很神奇。就是幸运吧？就是运气好。这个应该有被师傅骂吧？没有，没骂，一句都没骂我。觉得捡回一条命就好了。对。当时会有恐惧，觉得会躺着动不了了吗？有过，因为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伤得这么重。我睁眼我就在 ICU， 我说我到底怎么了？啊，没事，受了点那个骨头骨折了。他们可没告我，肋骨也折了9根，骨盆胯骨摔断了，胳膊断了，脚是粉碎性骨折，摔爆了。然后这边呢，骨盆断了之后，把筋割破了，然后还切了一块肺，都没人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就是还能不能站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呢。但是都告诉我啊，就骨折了。啊，我说骨折了没事儿，我当时心里想啊，没事儿。你当时没有痛到受不了哦？因为他那给我用药，止痛药什么的，我就是没有感觉痛。后来就是因为我后背他不是给我开胸嘛，然后有刀疤，我说好痛啊。然后有个护士过来帮我说我帮你揉揉，他这一摸，我说哦，我说怎么这么痛啊？啊，没事儿，你开胸了。我说不是骨折了吗？为什么还开胸啊？我再问也没人告诉我，我还是觉得没有事儿。然后有一次医院有一个主任，张仁雷，我说哎，我刚看完你的相声比赛，我说哦，哎，考虑考虑幕后工作吧，以后。说完他就走了。现在可能我跟你们阐述，我能笑着说，就说完他走了，我怎么办？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你让我说不了相声，你不让我死了，因为我跟相声已经是分不开的，我跟谁也不能说，跟谁都不能说。后来师傅上医院看我，我就哭了，我说爸爸，我说我可能瘫了，我说我还能上台吗？然后他说我的儿只要有我在就不叫事儿，如果你真瘫了，我教你说评书，坐着我也让你上台，我不会让你失去这个舞台，说评书都要坐着呀。然后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有我在，天塌下来都不叫事儿，你现在要想的赶紧吃，赶紧养，赶紧出院，这是你要做的。然后隔了1周吧，15天，15天我出了 ICU， 出了院之后2个月吧，我就上台表演了。哇！正好赶上德云社大封箱，我愣上台说相声了。哇！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那一句话，给我的毅力，我就是那句话听了很值得哭哎。对，很有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说我要争气，我说我一定要站起来。一开始学站的时候，因为不到100天不让站，我是跪在床上。当时我心里压力很大，就那一刹那，你知道我很挣扎。我说我万一我要跪不了怎么办？我试试吧，我就扶着床，我就跪在床上了，跪着床把腰挺起来了。当时我特别开心，我说张文雷，我说你没有瘫，我说你能跪你就能站，我这样试了一下，这恢复的这么快，真的运气很好。对，就是他那一句话，给了我信心啊。郭德纲真的很会给人家加油打气。我不知道九郎在干嘛九郎当时他在医院的时候，你有讲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吗？我没有什么振奋，我当时其实挺怕给他压力的。当时，对他怕给我压力。他当时压力特别大，就是他人心特重。然后我见他第一面 ICU 进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办？他问你说你怎么办？然后我心想，我说嘿，我这哥们儿都这样了，还有心思问我呢。当时有点感动了，有点就是一是感动，然后担心这一天，因为我第1天没有见到他，第2天才进去的。然后我也就跟他说了，也就有10秒钟的话吧，我就出来了，因为就20分钟的还是1刻钟的探视时间。九郎是不是第3天就去找别的搭档了？没有，我没有，没跟我说，没有。你就一直等着他吗？对，我说你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算。
哎，他喝多的时候你不在旁边啊？没有，因为我不喝酒，所以他一般喝酒酒局都没有我。所以他有自己其他的朋友，是不是？对，一般对喝酒有一帮。酒廊有朋友吗？有朋友，恭喜恭喜！我像没有朋友的人吗？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呢，就是云雷的温度有何改变？最终的温度达到了多少呢？云雷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不管热爱任何事情，你终究有一天不断的靠近梦想，有一天你就会真的做到你想要做的那件事。今天的故事很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星辰帮我们把修复车所有的物品带回到这个舞台上。请云雷从修复车上选择一些物品，我们拿来做慈善公益。云雷，你选哪几样？我放在哪里？给我。我也可以帮忙拿。好，这里是香水，给你，香水，给你，香水，都是香水吗？香水。我想他剩下不拿的，应该是对他来讲过于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发胶可以拿吧？发胶可以拿的，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用的发胶是什么样子的。对，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用的发胶有多么的厉害，真的特别好，特别硬。云雷已经挑好了这些礼物，然后我们请云雷写一张卡片给将会有荣幸可以获得你的卡片的任何一位喜欢你的人。我写什么？好好待他，好不好？或者风吹不动之类，随便都好。风吹不动，风吹不动。你要签名啊，要签名。风吹不动。我祝你风吹不动。好，我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公益慈善活动。那这一次呢，云雷提供的这是香水还有发胶，风吹不动。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风雨中都风吹不动。今天非常谢谢九郎还有云雷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喜欢你的故事，谢谢，谢谢老师，下次见哦，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欢迎大家来到张云雷的家里。作为第2位光临花花万物的德云社当红相声演员，他的家和郭麒麟的家又会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张云雷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进入张云雷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张云雷的客厅十分简洁，欧式的壁纸，欧式的桌子，欧式的椅子，欧式的家居，还有一些欧式家庭中必备的大型个人写真。但是仔细一看，它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块完整的拼图。整个房间里唯一没有欧式氛围的，应该就是放在这角落的金运大鼓了。这个鼓上面还刻有张云雷3个字，也没有积灰，应该是他很常用的物品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云雷的厨房，厨房也收拾得十分整洁，连桌上的饮料都排列得整整齐齐。难不成张云雷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吗？接下来探索一下张云雷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看上去也太干净了吧，干净到洗手台上几乎没有任何的物品。这个镜子后面是什么呢？我的天哪，竟然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发胶，这位先生对发胶的需求量可真的是惊人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云雷的衣帽间，放眼望去都是整洁的白色家具，不过最起眼的应该就是角落里的这双鞋了。这双鞋没有放在门口的鞋柜里，而是摆放在衣帽间，看来这双鞋应该有特殊的含义。难道是刚刚买来还没有穿过的鞋吗？还是说张云雷也是一位球鞋的收藏家吗？打开张云雷的衣柜，里面叠的都是整整齐齐的衣服还有帽子，帽子有都是按照颜色的顺序垒在一起的。看来张云雷真的是很有严重的强迫症呢。黑的、牛仔的、白的帽子看起来款式也几乎都一样，甚至还有几顶没有拆包装。旁边的衣服也都是简单的 T 恤，简单到只有同款的白色、黑色系列，并且感觉几乎每一件都是全新的。哎，等等啊，这衣柜里面还放着一套张惠妹的专辑，这是什么另类操作啊？还是说对咱们阿妹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需要如此珍藏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精致的张云雷梳妆台上有什么吧。张云雷的梳妆台左右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香水，隔个屏幕，哎呦，都可以闻到它们香气四溢呢。
在梳妆台上还有这么一组稳坐 C 位的手表盒，手表背后应该有不少的故事吧？张云雷，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从家里带了一些东西过来，星辰麻烦你。好，那让我们一起打开花花柜吧不。少时间讲那双球鞋，那双球鞋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那个鞋，挺有意义的，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他给我买这个礼物的当天，我正在说他，对，就是正在跟他闹别扭。是讲他表现不好，还是说讲他这个人格有问题？不是人格，就是逛街。我说我就不想去，我说你干嘛非让我去呀？我说你愿意去你自己去，我说你总拉着我干嘛呀？嫌弃。我说你想去，我说你不能代表我也想去。对对对。然后他也没给我回，到了他买完了回来，人家是给我买生日礼物去了。不是，我真不知道他，我那会儿啊，觉得这个鞋码啊，咱不说大了小了的不一样，我说咱试试。然后你又不能说出来，因为这是 surprise 嘛。哎，对，也算吧，反正就是生日礼物嘛，就我也不会，一般我也买东西我也不告诉他。所以搭档送礼是互相往来吗？就是你送了他，他就得回送吧？不是，他一般不送我礼物了，他一般就给我钱，就是他就不生日他送钱给你，对，给我发红包，对，我就给他发红包。我觉得我出去我懒得出去转，对，买完了之后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这样呢，我给他转红包，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喜欢衣服啊，喜欢鞋子啊，你自己去买。对。所以你给他多少钱啊？每次都是5位数吧，10万，10万。哎，那还蛮多的耶。大爷，您是不是不识数？大爷，我刚想说的，这么大主持人不识数。9万啊，没有那么多，就是他这人特别实诚，他就是捞干的，就给你钱就完了，你自己愿意买什么买什么。对，你看我给他买东西，他一般也是拿回去退，然后把钱拿回来。球鞋还在，也没拿去兑。没，他不退，他一般就留着，他一般我给他买的比较合适。好，刚刚屋子里的东西其实比较触目惊心的是发胶，对，胶水好像超过了正常的量，而且同一个牌子，然后摆放的方式是一种要打仗的感觉，就是用完这一罐马上用下一罐的样子。所以你现在的头上是很硬的吗？是。可以插卡片吗？我插插看。后面插得进去吗？大爷可以站那鸟，我觉得。哎，蛮难插的。哎，好，可以啊。插上了吗？可是有一点会掉的感觉。但是你要帮我把头发弄好。哦好。因为没有人敢动我的头发。哦，真的吗？真的。所以我刚才是惹到你了，是不是？我就惹到我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不然你把它弄好。哎呀，弄坏了，哎，完全不对了。完了，还不如刚才呢。我现在美不美？你这样很好，真的很好看啊，很好。所以刚刚有人这样上来弄，你会怎么样？把他手挥开吧。了解我的人可能就不会过来碰。九郎，你有曾经想要帮把刘海这样拨一下过吗？没有试图过，我这人比较惜命。赶紧烧一炷香啊！对，他这人特别护头。所以刚刚那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是不是？当然了。而且真的，当时我都替你害怕，刚才真的，我就怕。那你刚刚不给我，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啊？我就想看他打不打你。所以你现在很讨厌我，是不是？是。够直接吗？为了碰头发结下梁子啊？不用吧？两个人互相讨厌。哎，所以怪了吧？他发胶没有他想象喷的那么多。对。要不然应该卡插进去就站着了，对不对？是啊。就是因为我要自己打理头发的话，会打特别多。这么大罐的，这么大的，我一般3、4次我就用完了。等于猛喷呢。对。你是把自己当蟑螂吗？真是这样，我喷的特别多。还有时候化妆老师也是，化妆老师给他定型什么的，喷一点，姐您再喷点，然后再喷点，姐您再多喷一点，拿过来然后抢。对我一般都是自己喷，没了就。如果你跟一个男生交往，结果他在你面前这样喷到他超过5分钟，你会发火吧？而且如果要跟他接吻，然后手竟然插不进去。对啊，你接吻的时候
对方揉你的头就，那你接吻为什么要抱住人家头？你很奇怪。怕跑了，怕跑了，怕跑了。所以连女朋友也不能碰你的头。没有人碰我的头，现在是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碰头发。请你记得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个景象，有一天发生的时候，你就会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香水是怎么回事？香水我是喜欢收藏吧。所以你这个人出门会有很多味道哎，发胶的味道跟香水的味道。嗯，哪一个会比较重？香水。香水是这样，这样喷吗？好像真的喷那么多？真的，我说他们告诉我喷香水要这样，要这样，什么什么，这样，我会觉得很麻烦啊。出门我就这样喷，往前走。哦，喷在空中，然后这样吗？对，往前走。酒廊喷吗？不怎么喷。那你会不会被他嫌臭啊？没有，我不那么味儿吧，应该。那他的香味会干扰你吗？不会。不是，我有时候我都怕他喷错了，香水喷头上，发胶喷身上了。发胶喷在身上是吗？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一天发生？对。你有经历过上台去，结果观众不笑吗？有啊。他一般不笑，我就下去隔着他。嗨，他就笑了。我们还经历过没有观众啊。嗯。所以你们两个搭档之后有经历过这些？有，还有了。搭档之前没经历过。然后搭档之后，对，搭档之后，到我俩上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底嘛，今天的这个压轴的这对演员要出场了，我俩一上去之后，就走了好多人，就还剩一对夫妻在那听。我再到岳云鹏的那里一看，他那里面骑满坐满，还加座，我这边就没有人，就那种感觉就是。落差。所以岳云鹏比你早红很多嘛？很多。你现在跟岳云鹏有没有差不多 level 了？因为我俩不是一个风格，这个没有办法比。他两个风格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让我怎么做比较？你说馒头和汉堡，你说怎么做比较？所以你的风格跟他的风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比他帅。他比我丑。然后你觉得以搭档而言的话，是不是全世界任何人的搭档都胜过杨九郎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杨九郎他虽然跟他开他玩笑说记不住，可是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喜感，跟那个岳云鹏很类似啊，所以有这种搭档，带观众缘，有这种搭档就反而会很吃香。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也没这个必要啦。别看我们试试看，我看看他主持怎么样。试试看。开场一般都是那个你们广告什么？啊，把那鸟是不是给我一下？缝住了不行。用你自己的风格开一个场，这样行不行？到哪儿了，姐？到哪儿了？就是做一个 opening 啊。姐姐一直是我的偶像，从那个 SOS 开始啊。可以说 SOS 吗？你们可以，我本来就是 SOS。你们没有闹内讧什么的吧？没有，感情很好。那你那时候几岁呢？我那个时候是您应该是90几年的出道，那时候就。我是记得我是16岁出道的。16岁，然后差不多，那我那会儿应该是7、8岁吧，差不多啊。大爷，还是您来了，为什么大家都走了？好，我们切到这里，没有人在这里主持，切到这里。所以你当时是7、8岁就看？你7、8岁懂什么崇拜偶像啊？不是，我看那千牛逼，然后听见那个10分钟下课那个歌。你会唱吗？不太会，会走调了。他可能是个骗子。他考德云社的时候，您还要回到您位置？我回来了啊，谢谢。他考德云社的时候，他唱的是5月天的歌。啊，不适合啊。是对，考试的时候。不是，为什么进相声界考试要唱歌啊？不是，我师傅让我唱的。你唱了5月天什么？我唱了那个听不到。来一句。听不到。我不要唱了吧？要，预备开始。
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就这样啊。不差哎、啊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正侧面也还有一点点帅，真的吗？一点点。点，下课10分钟，你不要转成正面，不要转成正面，就侧面很侧。下课10。你说他整集都侧面对着我们吗？所以但有一度就觉得，哎，有被打动。啊。谢谢姐。所以张云雷，你小时候选了这个方向，没有人阻止你。因为我从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曲艺的行业，因为姐姐那个时候是唱京韵大鼓，然后我5岁的时候，姐姐演出的时候就总会带我去玩，在后台啊，然后或者给我放在前台呀，放在观众席里面，我可以从头听到尾。然后从小我也是也是灌输的比较多嘛，比较喜欢这个。所以人家5岁就开始懂得欣赏戏曲，你小时候却是崇拜 SOS， 这就是差距，是不是？所以他现在他跟我捧哏了呢？怎么？您自杀式包袱的都是啊？我也感觉是。关键我不光欣赏 SOS， 我还欣赏那个您的好多综艺，什么那个我猜，他也主持过我猜啊。对啊，但是后来就换主持人了，后来我就更喜欢了。然后打死你！刚还夸你几句嘞，我把话收回，你侧面也不帅。我就更喜欢那个您的别的节目了啊，没说完呢啊。什么节目？那个娱乐100%嘛。哦，对，我就去看那个节目了，我就更喜欢那个节目了。所以他是追着你跑的哦。是啊，会讲出娱乐100%，代表是真的粉丝。真的耶，会说出 SOS 就已经是真的粉丝了。对，然后后来就成为您的歌迷了嘛，叫嘿呦就是你，然后就成为您的歌迷。哦，我听过那首歌，对吧？罗志祥。对，罗志祥不是罗志祥和 S 姐唱的。我以为就一个人唱的。不是，我以为罗志祥，我以为罗志祥男女切换自己。你耳朵是有问题啊！你以为女生的部分是罗志祥自己唱的？我不想访问他们2个了。对不起，因为张云雷的受教育过程好像没机会接触这些玩的东西，是吗？被